你知道大家印象当中的阿美族丰年祭其实不是喝酒、唱歌、跳舞庆祝丰收的庆典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阿美族的年祭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暑假，在花莲阿美族太巴朗部落的年祭当中，有一位观光客穿着非常短的短裤进入舞圈，跟着大家一起跳舞，被场边的原住民青年拍下了照片。结果这张照片传到了网络上面之后，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的原住民网友很生气，认为这位观光客的穿着非常不雅，对传统文化很不尊重。但是当事人的朋友就表示，他去年也是穿着类似的服装参与，当时也没有怎么样。结果今年不但被制止，还被放到网络上面公审，整个莫名其妙。也有一些网友附和，丰年祭不就是一起庆祝的庆典吗？夏天天气这么热，穿着短裤参与也很正常吧？到底有什么好生气的？究竟原住民青年在气些什么？外界对原住民的年纪有什么误解？而开放观光客这件事情又有哪些争议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帮狗狗又推出新绘本啦，是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财商绘本，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重要的启蒙黄金期。为什么会强调3到6岁呢？因为孩子在3岁就能够开始理解交换的概念，而在7岁前会形成初步的金钱观。如果从小有健康的价值观，未来就不用花更多的精神纠正。就像股神巴菲特所建议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学龄前开始。财商系列共有3本，在没钱真麻烦这本当中，盲狗狗会了解钱的功能，可以让交易变得又快又方便。在赚钱好累啊里面，则会明白赚钱的辛苦以及储蓄的重要。最后，在我全部都要这本，盲狗狗将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现在消费满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4项赠品，马上点击链接，陪孩子踏出财商启蒙的第一步吧。要讨论这个议题之前，有些人可能会有点困惑，今天要讨论的究竟是年祭还是丰年祭？这两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差别？答案是这两个词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大家之前习惯用丰年祭来称呼阿美族1年1度的庆典，但因为庆祝丰收其实只占整个祭仪的一小部分所以丰年祭这个名字呢会有一点点不太精确。这几年开始有人把丰字拿掉，改用年祭来称呼，希望可以避免误解。不过呢，对于一些阿美族人来说，年祭这个名字虽然好一点点，但因为阿美文化当中并没有年的概念，所以呢，就算是改用了年祭来称呼，还是不太精准。有人就比喻这就有点像呢，外国人说中元节就是汉人万圣节一样，这样子的类比呢，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想象。那么，如果丰年祭、年祭都不够好，到底该怎么称呼呢？很多阿美族表示其实就用原本族语的称呼就好。而这一次事件发生的太巴朗部落当中，他们就会称呼年祭为伊犁信。在阿美语当中，以代表在的意思，犁信呢代表祭祀或者是禁忌，因此呢，伊犁信就是在祭仪当中的意思。那这样的称呼主要是中部阿美族在使用的，其他地方的部落不一定都是用这个词。那如果我们的发音不太标准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传统上，伊犁信会在小米收成之后进行，包含了很长的准备期，以及迎灵啊、验灵还有送灵等等的仪式，活动的时间长达1个月。对于部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时刻。但是从日治时期开始，阿美族人被要求改种稻米，因为和小米的收成时间不同，导致伊犁信的时间跟时辰被迫跟着改变。而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伊犁信的形式也渐渐变成了今天一般人认知当中的丰年祭。同时呢，参与伊犁信的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原本传统上，伊犁信是部落内部的活动，偶尔为了巩固和同盟部落的关系，会邀请其他部落的人一起来参与。但是到了现代，邀请的对象呢扩大为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有族人的朋友。而最近几年呢，花莲县府旅游业者积极的宣传丰年祭，更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慕名而来。伊犁信就这样子变成了台湾知名的文化活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观光客进入部落，大大小小的冲突也不断的发生。传统上面，伊犁信其实是很严肃，也有很多禁忌的。举例来说，太巴朗部落伊犁信呢，在活动的前期、中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饮食上面的禁忌，像是水里游的、有翅膀的、头上有角的，还有葱啊、蒜、韭菜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吃。另外，很多部落在祭仪的活动期间，参与的族人也不能够有亲密行为，仪式的进行当中不能够喧闹等等。但是过去几年各地的部落时不时就会传出观光客干扰仪式的问题。
像是有观光客呢要求正在跳舞的族人们停下来摆 pose 拍照，甚至呢叫他们转过来面对自己，因为自己不想要一直看屁股。还有观光客直接冲到舞圈当中，未经同意就对着族人们开闪光灯猛按快门，或是在没有开放外人共舞的阶段擅自的插进舞蹈行列当中。又或者呢，像这一次泰巴朗部落的事件一样观光客因为穿着清凉，被认为不尊重仪式，遭到了当地青年请出场外。有的人就比喻，这样子的行为呢，就很像是清明节扫墓祭祖的时候，明明正在严肃的诵经，却有人在旁边穿着比基尼跳舞。而这些观光客对仪式会有不尊重的行为，有人认为跟政府的宣传方式也有关系。像是网络上面部分的观光文宣呢，会用疯到底这类的谐音来宣传以利性，似乎呢在暗示以利性是一个可以玩得很疯的活动。或者是花莲县政府举办的联合丰年节呢，虽然引入了大量的观光客，却也是不断的复制以利性就是庆祝丰收的刻板印象，让一些族人非常的无奈。那听到这呢，可能有些人会想那就关起门来，不要让外人参加就好了嘛。的确有些族人呢，确实也想过不要让观光客参与，但实际上这是有难度的。首先，保存文化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所有的族人都那么在意。一些在都市工作的部落青年，久久才回部落一次，他们对于祭仪文化的了解，可能不见得比外人还要多。有些年轻的族人呢，甚至也觉得以利性就是庆祝丰收的狂欢节，在严肃的祭仪场合做出脱序的举动。而当族人自己都不见得能够了解重视祭仪的严肃性时，部落也很难要求外人要尊重传统。除此之外很多的部落也对要不要开放观光客意见分歧。虽然一些族人不喜欢观光客，但对于其他族人来说，他们很欢迎观光客来认识原住民文化。更重要的是，有观光客来部落，其实也是一笔重要的收益来源。这样子的状况呢，也导致部落内部很难达成共识，不知道要不要对外开放。另外，很多时候呢，部落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如果要关上部落的门拒绝观光客，那很可能呢会跟政府的观光政策对着干。要是政府知道某个部落的以利性没有要对外开放，有可能呢会删减补助款，到最后活动经费就会变得很紧绷。也就是说，就算是部落想要限制观光客的参与，还是有可能会因为经费的考量，最终选择让步。不过这几年呢，有些部落开始尝试在接纳观光客跟保存传统文化之间做出平衡。为了要避免观光客干扰记忆越来越多的部落呢开始采取分区的方式，部分的限缩观光客的行动区域，比方说直接划分禁止进入的记忆区，以及开放观光客拍摄的摄影区。有些部落呢甚至还提供了观众席，让大家可以就坐在旁边观看场内的活动。而也有一些部落呢拟定了完整的规范，直接在入口处张贴大大的公告，像是要求所有要拍照录影的人都必须要先事先登记，然后佩戴部落配发的证件才可以进入摄影区。也会提醒大家不可以因为拍摄的原因要求族人重复演出。而越来越多的部落青年也开始在网络上面透过像是懒人包短影片的方式宣导，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记忆真正的意义。毕竟比起去了现场才被骂被禁止，如果观光客们可以提前对于记忆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相信对于双方来说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互动经验。我们觉得在讨论要不要开放观光客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回头看看开放观光到底是为了达成哪些目的。如果是为了增加观光收益，或许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看他们是怎么样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接纳大量的外来观光客。像是现在一些部落选择划设区域，让观光客不会干扰仪式，我们觉得确实是一个蛮值得尝试的做法。那如果是为了增加文化交流，可能就要回头检视现在推广的方法到底有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假设观光客参加完以离性，却以为呢这是一个喝酒喝到挂、跳舞跳到累的狂欢节，真的会有点可惜。以文化教育的角度来说呢，能够让观光客真正的理解、尊重部落文化价值的时候，这样子的开放观光可能才会比较有意义吧。另外，这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许多议题都比原本想象的更加的复杂。像是要不要让观光客参与记忆，部落跟部落之间，甚至是部落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很难说谁对谁错，也没有哪种声音就可以代表整个部落或原住民。而同样的呢，会去参加部落记忆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的确有一些没有做功课、很没礼貌的观光客，但是我们觉得有很多去参加以离性的观光客是真的想要认识、体验原住民文化，只是要完全了解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真的不容易。像是我们这一次呢找资料的时候，有跟身边的原民朋友确认资料正确性，就发现了网络资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错误，或是超译过度简化的问题。而
而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也就不能够理解为何一般的人对于原住民文化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透过今天这支影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于以利性多一点点的认识，少一点点误解。那如果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表达不够精准，或是资料不完整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在留言帮忙补充或是解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想问大家，如果你是部落里面的族人，你会希望观光客参与祭仪吗？ A 我蛮欢迎的，这样才会有更多人认识部落文化，也能够带动观光。B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观光客应该要先做好功课。C 我觉得不是很好，大部分人呢都不守秩序，很容易干扰到仪式的进行。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讨论这个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原住民加分制度以及原住民打猎争议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MOD 加速方案2.0，双11加倍优惠，影剧赛事加高速网络双重享受。MOD 加光世代，每月最低899元，搭配双向500M，每月也只要1199元哦。双11快闪加码，最高送哈密 Point2700点。MOD 加速方案，空前最大加码，快来申请！